我们开始新的直播。大家晚上好啊！现在还没有人进来，那么趁着没有人进来的时候，我去换个背景吧。诶，图片添加，换个背景。好，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老范读评节目啊。咱们每周三晚上读一次。这个天气已经热上来了，现在已经是短袖短裤了。这个突然一下就热上来了。你们能够看到我、听到我吧？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吱一声，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现在还没有任何评论进来啊，这个好奇怪。嗯，我看一下这边，确实是没有评论啊，没毛病。好，那老范读评呢，就是每周三啊，咱们读一下过去一周的评论。第一个，萝卜快跑，武汉停运。有人说5分钟能说完的事儿，老范啰里吧嗦说了半个小时，这是能多赚钱吗？首先说啊，这个最近的节目呢，确实是稍微有一些长。原因呢，是我最近在跟龙虾，在跟我的提示词，在跟我的 ChatGPT 在重新磨合啊，因为很多的稿件现在还是经过了这些AI 的润色吧，然后呢，肯定跟我原来的直接自己手写的这个题目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出入啊，所以呢，这个不太适应就会变得稍微长一些。啊，这个随着逐渐的适应呢，现在的节目又慢慢的缩回原来的长度去了。然后，关于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能多赚钱这件事儿呢？告诉您啊，是的，啊，这个时间长了就是能多赚钱，因为呢，YouTube 大概是每10分钟左右吧，会插一次广告啊，然后呢，我多聊一会儿啊，然后你就可以多看一次广告，那么我的这个千次播放的收益呢就会有所上升啊，它是这样算的，就是，我们原来测试过，就是如果你的节目在10分钟以内啊，然后假设你的这个跳出率跟我差不多的话，那么你的千次播放的这个收益大概是4块3块多钱到4块美金。然后呢，像我这样呢，可以把这个时长拉到20多分钟的人呢，我的千次播放呢大概是5块多钱到6块钱美金啊。那你说为什么不是说时长增加了1倍，然后这个收益也涨1倍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它那个收视曲线是这样的，就是它一直在往下走，能够坚持听完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虽然后面多放了广告，但是呢，后面看到这个广告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决定啊一个主播的收益呢，主要是第一个是他的节目的时长啊，第二个呢就是留存。如果你说我虽然节目很长，但是我留存很差，我的所有的用户可能都在5分钟之内，或者是10分钟啊，不就5分钟吧，30秒之内啊就都跑了，看看开头的都离开了，那这个也是没有收益的啊。所以时间长了以后确实能够多赚钱啊。这个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说我再重新调整。我现在在给这个YouTube 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不是 YouTube，在给 ChatGPT 的提示词里头已经写了，说确保内容不重复啊，就是所有的事实只描述一次，所有的观点只叙述一次啊。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加到提示词以后呢，感觉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啊，大概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上期读评里头呢，有人说了啊，随着 DeepSeek 和华为芯片成功融合，发展中国家有望建立自己的 AI 大模型啊。这个您想多了，别说发展中国家了，除了中国跟美国之外，再也没有第三个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 AI 大模型了啊。这个跟华为的芯片跟 DeepSeek 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使用的这一批模型，比如说像 Kimi 啊、Minimax 还有 GRM 这些模型，它们呢基本上架构都是跟 DeepSeek V3.2差不多的，就是 DeepSeek 每次升级以后，
他会去调整这个架构，调整了以后呢，然后就会有这个国内的其他大模型公司用它这种新架构、新的这种注意力模型或者是什么各种新的技术，然后去重新训练自己的模型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你说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干这个事儿啊？第一个，美国呢，确实有人在干啊。你比如说像 Cursor 啊，像很多这样的公司，他们确实在干，用中国开源模型以及开源的这些论文啊，重新去训练自己的模型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原来的模型基础上去做后训练也好啊，确实有人在干。但是这个大家要注意，甭管是中国的团队在干，还是美国的团队在干这个事情，都是中国人在干。啊，这个都是可能清华、北大、什么上海交大、什么浙大，都是这帮学生在干，啊，全世界、中国、美国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啊，那你说这个，别说发展中国家了，你比如说英国啊、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你也想干这个事儿，你说我们也想在 DeepSeek 这个基础上啊，然后重新训练自己的模型，行不行？你没有那么多中国人的密度，对吧？你凑不齐这么多中国人来干这件事儿。啊，美国能凑得齐，中国能凑得齐，其他地方呢，你能凑那么几个啊，但是你不凑到这么多人啊在一起，然后突破临界点，然后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个玩意儿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呃这个核弹啊，这个核裂变，铀235，你要有一个临界质量5公斤，你凑不够这5公斤呢，你这玩意儿就炸不了，对吧？因为你产生的这些中子，中国人之间相互的内卷，你没有办法去让链式反应发展下去啊。所以不要想什么发展中国家啊，有些发展中国家说我有自己大模型了，实际上呢，他们就是花钱请中国团队，对吧？把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在里边做一些优化，也就可以了，对吧？他们压根就不要想训练新模型这个事儿，他们可能就是在现有的模型上啊稍微的收拾收拾，他们甚至连数据都准备不好啊，也需要中国人去准备。这个包括欧洲啊，包括日本、韩国啊，这个事情大概都是如此。还有人说了啊，说这个很多有点资历的程序员或者架构工程师老是喜欢说 review 很关键。我有如下疑问：第一，你比 AI 掌握的知识更多吗？第二，这个如果涉及到一些物理、数学领域，我可以说一般的程序员，根本理解不了。第三，我玩 AI 的法则很简单啊，就像养狗，你训练它、观察它、利用它，把它培养成一个新的种群。这件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 review 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你可能 review 并没有 AI 做得好，这个是真的啊。然后呢，这些物理也好，数学也好，你也确实没有 AI 大模型做得好。但是呢，AI 属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甭管多擅长的事情，甭管多熟练的事情，它出错的几率不会降低，对吧？它原来该出5%的错，它还是出5%的错。你让它做10000遍，它在这个地方做了特别强化的训练，它还是出5%的错。它跟人不一样，人是这个我不懂的东西呢，我出错的概率大一些；我懂的东西，我特别熟练的东西呢，我出错概率小一些，对吧？这个甚至我可以保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把这个错误检查出来，它是这样来去有差异的。所以呢，AI 的这个结果你还是要让人去 review。可能啊这个 review 我没有 AI 做得好，但是我们还是有概率把它发现出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比如说啊，一颗导弹扔过去，这个命中率是80%，第二颗导弹扔过去的时候，这个命中率是多少，对吧？不可能是160%吧，对吧？你应该是第一颗导弹的未命中率是20%，第二颗导弹过去也是未命中率20%，然后两个乘起来，那你的未命中率就会变成4%，对吧？然后你把这个2颗导弹扔过去的时候，你的命中率就是96%。所以呢，你只要是让人再去看一遍啊，那么你的出 bug 的这个几率就会下降。就是人看多少遍，你也不可能说让出 bug 的概率等于0啊。你让 AI 看多少遍，再让人看多少遍，它都不是0啊。但是呢，你让人再看一遍啊，这个一定会有好处。至于说物理和数学领域呢，你可以找擅长物理数学领域的人去看嘛，多找一些不同领域的人去做 review， 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所以你用的这个方式呢，养狗、训练狗、观察它、利用它这个事儿呢，
可以这么干啊，我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呢，这个里头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你把它训得再熟啊，该咬你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几率咬，而且这个几率不会下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上期读评里头呢还有一条啊，这个要跟大家道歉了。这个我呢总跟人讲说，这个 Hershey's 这个巧克力啊不是上市公司，因为他们觉得上市很麻烦啊。但是人家讲了啊，说好时是上市公司啊，而且是快消品巨头啊，97年就上市了，市值380亿美金，旗下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Kisses 啊、什么 Reese's 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啊，它的股票代码是 HSY。那么这儿呢，跟大家道个歉啊，确实是我记错了。有没上市的巧克力公司，但不是好时，是什么呢？一个是美国的德芙巧克力啊，那个是不上市的；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费列罗巧克力啊，这个也是不上市的。美国的德芙巧克力呢，他们那个母公司好像是1910几年成立的吧，反正就是觉得上市这个事儿很麻烦啊，就不去。然后啊，意大利的费列罗大概是18几年成立的啊，到现在为止也是觉得上市这个事情有问题啊，就是它里头，因为它费列罗是一个家族传承的巧克力啊，然后呢，他们家族曾经有过这种祖训吧，就是说我们啊永远不能去上市，一旦上市了以后就会被股市绑架啊，这就是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我其实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忆错误，其实这种人的记忆错误，也算是一种这个叫什么呢？也算是一种幻觉吧。啊，晚上好，晚上好，来了啊，是晚上好。最近用 DeepSeek V4 Pro 感觉还算不错，价格也不贵。不过用 Codex 直接挂 GPT 5.5还是非常爽的。但是5.5这个它量很少啊，对吧？你像我今天尝试了一下用 Codex 去做 PPT，对吧？确实做出来的很漂亮。但是呢，做一个 PPT 还是很简单，大概只有个14、15页的一个 PPT，它就把我5小时的额度烧了50%，而且还很慢，大概用了我觉得快1个小时吧，它才做完啊。但是做的确实很漂亮。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扔给这个叫谁来着？扔给这个豆包去了啊。豆包说你去给我做这个 PPT，做的也很漂亮。然后呢，现在还没有找我收费，而且现在怎么说呢？这个10分钟啊，就整个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反正术业有专攻吧。就是你看着 Codex 去做 PPT 那过程，真的是烦死你。就是他说我先啊这个选中了这个风格，然后呢开始生成一大堆的这个 JavaScript，然后生成一大堆的这个 HTML，然后呢再去给你跑 Python，然后再把这些 HTML 再重新转换成 PPT 啊，而且我要求说我这个结果是要可以编辑的，对吧？如果要求这个结果不用编辑的话，它就直接 GPT Image 2就直接干活了啊。所以后来我说我这个结果要编辑，然后哇，生生干了1个小时，可费劲了。点赞欢迎，大家都点赞了没有？是的，是的，现在 Open Cloud 加 DeepSeek V4 Pro 非常好用。其实 Open Cloud 这个东西不应该加 DeepSeek V4 Pro，应该加 DeepSeek V4 Flash 啊，更便宜，而且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追觅的余号是不是在圈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的钱？不知道啊，因为追觅这个公司我压根就没有接触过，跟他们完全不了解。余浩到底在干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完全不了解。但是呢，这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都会去圈地方政府的钱啊，因为没别的钱了，这个没办法。点赞啊，欢迎。老范没有聊最近 XAI 和 Anthropic 的故事吗？他们也没什么故事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哎呀，XAI 被解散了，其实只是把整个的公司实体拆了，因为它并入到了 SpaceX 里头去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那么你的研发团队、你的产品、当然研发团队最初始的都走了啊，后面的是不是再招了多少人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呢，这个整个公司的架构你必须要在上市之前把它理清楚嘛，所以现在叫 SpaceXAI，对吧？名字叫这个。哎，你们觉得 SpaceXAI 上市了以后会起一个什么代码呢？难道是 SXAI 吗？对吧？这个因为可能是 SXAI 4个字母，大概是这样了啊。这个我不确定啊，咱们可以猜一猜这个事。至于 Anthropic，你反正
把这个算力租给他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呢，我相信马斯克依然讨厌阿莫迪啊，因为他本来可以靠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锁死这个 Anthropic，因为他把算力扔进去，Anthropic 其实是付不太出来钱的，对吧？他可以要求要 Anthropic 的股份，但是呢，他并没有要 Anthropic 的股份，而是说我租给你，你要老老实实给我付钱，对吧？这个还是挺狠的啊。装了 Super Power 之后，就更费 token 了啊，干得慢，太简单的任务有点浪费了。是的，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啊哈买 Open Code 卸了啊，现在换成 Super Powers 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一旦装了这个啊哈买 Open Code，或者啊哈买 Cloud Code，或者是啊哈买什么 Codex 这样的工具以后呢，它就直接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可能十几个 agent 的这种团队，然后你说什么它都这么干。而你装 Super Powers 的话，你不走它这几个特殊的技能，它就不会激活，它会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去默认工作，对吧？那么它的工作方式就是这个，就是你原来的 Open Code Codex 的这个工作方式。但是你如果说，哎，现在给我去做这个头脑风暴啊，去给我写计划，去给我执行计划啊，去给我做什么啊，那么这个时候才会去耗 token。而且呢，你就是使用 Super Powers，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DeepSeek 啊，原因很简单，就是 DeepSeek 的 cache 命中以后的成本特别低。对吧？正常的是 cache 命中以后的成本是你的这个没命中成本的1/3，但是呢，DeepSeek 是没命中，比如说是$1啊，命中了以后是2美分，它差50倍，对吧？这个还是很爽很爽的啊。XAI 是把算力租给 Anthropic，貌似填补了亏损。其实呢，也不算填补亏损，因为它那个叫 Colors，好像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它那个是建了2套，一个是 Colors 一，一个是 Colors 二。现在呢，租出去的是 Colors 一，然后马斯克自己在用 Colors 二，对吧？他觉得我现在 Colors 二已经足够我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XAI 呢，它太多的这个算力其实是闲置的啊，它的开局率只有11%，这种东西上市上了财报上以后是没法看的啊，所以现在就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它的开机率可能就可以提到30%多，对吧？距离现在比较正常的45%就比较接近了啊，就是它还应该达不到45%。家里有一片啊，这个 RTX 6000怎么玩都便宜，只算电费、折旧费啊。抱歉，卖出去还赚了啊。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没什么用。国内大模型 coding 最强的算是 Kimi 2.6嘛？现在感觉是 Kimi 2.6要稍微强一些，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编程这件事儿呢，模型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你的整个的agent harness 啊，或者叫 harness agent 这些东西。比如你到底是把它挂在 Cloud Code 里啊，还是挂在 Open Code 里，还是挂在一些国内的这种，比如说 Kimi Code 呀，或者什么这个里头啊，这个是有差异的。现在看好像还是挂 Cloud Code 是效果最好的。Open Cloud 还是 Minimax 的订阅最好。今天看了一下统计，1个半月用了42亿，才41个月，哎，这个是真的。Minimax 虽然笨啊，但是呢，它有2个特别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量给的特别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功能特别完整，就是它有 TTS，有搜索，虽然搜的很烂啊，有这个视频的和这个音频，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图片生成啊，虽然生成都很烂，但是呢，TTS 其实你没什么要求，就是能用就可以啊。然后其他的就什么搜索呀，什么这些东西呢，也都给了啊，这块还是相当不错的。Minimax 可能就差2个东西没给啊，一个是 STT 没给，
另外一个东西呢是这个embedding 没给啊，就是它没有这个嵌入模型。现在豆包最新的那个叫 Agent Token 啊，叫 Agent Plan 啊，大概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它东西特别全，因为它是所有东西都有。这个视频、图片、STT 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也有 STT、TTS，然后那个搜索，而且豆包的搜索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那个 CDance 2.0的视频，CDream 2.0的这个CDream 5.0 Lite 的图片，再加上这个其他的，比如它还有 embedding 啊，它叫豆包 embedding vision，还是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嵌入啊，它全都有。但是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我就今天问他，我说，哎，我原来买的这个 coding plan 啊，我还剩1个半月，我用了1个半月了，我想换成 agent plan 行不行啊？他说不行。然后呢，特别坏，他骗我，他怎么骗我呢？他说你可以直接升级一个新的，而且还不影响你原来那个 coding plan 可以继续使用。我说你不是骗人吗？我要的是升级，我现在这个不要了，我不想重新花钱再订个新的。然后就不说话了，对吧？这帮人特别坏的，而且他那个豆包的那个呢，就是你在上面用豆包 C 的这个模型是够的，特别是你如果用豆包 C 的这个叫什么呢？豆包 C 的2.0 Lite 这个模型，其实跑 OpenCloud 是完完全全够的，而且量应该是够的。但是你说，哎，我想在里头用 Kimi 2.6，行不行？可以，但是 Kimi 2.6好像是算10几倍啊，然后 GRM 5.1也是算10几倍，就是它那个倍数算的极高，就是特别不划算用那些模型啊。这个反正让你觉得40块钱跟没花一样，但是200块钱又觉得稍微有点亏。川普已经前往酒店了，好吧？哎，我现在比较关心这个卢比奥到底是这个有没有被我们把它遣返回去啊？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对吧？他不是那个什么嘛，他不是这个制裁的嘛，对吧？他没有中国签证，原来咱们吵了半天，人家不也就颠颠来了，咱们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嘛。算力卡在家里玩边缘计算有用不？没用啊，千万别费这劲。哎，你们看我的视频，卡不卡？我这边播着播着老是一闪一闪的啊，这个很奇怪。川普到北京了，好，到了吧？补充一句啊，不是说把边缘计算部署在插了算力卡的 PC 上，是说用这个算力卡训个自己的模型，别费这个劲啊！这个咱有大的咱就使大的，千万别使这小的。这个 DeepSeek 只是文本模型啊，长板巨长，短板直接没有。是的，DeepSeek 自己没有图片识别，没有这个语音，甭管是 ST 还是 TTS 都没有，然后图片生成也没有。对吧？它虽然有搜索，但是搜索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东西啊，就长板真长，短板真短。川普带了不少大人物来啊，这个我觉得最神的还是黄仁勋自己在阿拉斯加等飞机，然后居然还上去了啊，这个实在是太绝了。我估计应该是，贝森特跟何立峰在首尔谈明白了啊，如果谈不明白，他就没法上飞机。你按道理说，总统出访，你把这个时间排好了，对吧？你就在这个华盛顿直接上飞机是没毛病的。但是前面一直说他不来啊，然后说马斯克替了他的位置，然后到最后1分钟啊，说在阿拉斯加重新赶上飞机了，这个有点太扯了这件事儿，对吧？感谢老范的解读啊，能不能再给个建议？金融从业者用哪家的 AI 比较适合 Anthropic？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既然已经是金融从业者了，应该也不缺钱，1个月$200付上去啊，这个一定是最好的。空军1号来啊，应该不会走海关盖章吧？应该不会。但是这个反正也是稍微有点这个什么啊，这个卢比奥这事儿还是比较神奇的啊，不卡那就行。刚才卡了2次啊，你看有人说不卡，有人说卡。卢比奥被滞留双规了啊，卢比奥受到了欢迎，这个好像有人在外交部新闻记者会上问过这问题啊，他说你们把这名字改了，是不是就不制裁了？然后呢，中国外交部应该是毛宁还是谁，就是说我们只看英文名，这个中文名不重要。
散人不是说卢比奥被这边官媒说不是同一个人吗？哎，那个是扯的啊，那个不可能的，咱们不可能这么把大家都当傻子，对吧？不卡啊，好的，多点点赞啊，怎么没人了？怎么今天？难道都去看这个谁吗？都去看川普了吗？他应该也没出来直播呀。图像会偶尔卡一下，音频还挺连贯的哈。我以为是你的问题，我这儿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稍微闪一下啊，这个无所谓了，音频连贯就 OK 了。视频稍微有点点卡，声音还好，行吧？那下次咱不用这个 Firefox 了，因为我这次用的 Firefox 做直播啊，以后还是用 Chrome 吧。好，我们继续。这个 FDE 为何爆火啊？有人说了，说美国也太落后了，现在才进入银行，中国 AI 都早已经进入医疗、教育、救援、国防、影视、动漫行业啊，开始实战了。美国 AI 就那么高高在上的奢侈价格，如何应用行业落地进化与中国 AI 竞争呢？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啊。就是美国 AI 呢也一直在银行里边在跑，而且呢，他们属于是谋定而后动，咱们呢就属于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先使着再说，行了呢，咱们就接着使啊，不行了咱们就改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负点责任啊，像美国那么干活，像中国这么干活呢，最后有可能能跑出来啊，而且可能跑的确实比他们快，但是中间的所有这些损失就通通变成不计代价里头那个代价了啊。我们谁也不希望成为这个代价。哎，现在还有图片吗？还有画面吗？我这边刚才又闪了一下，忘了点赞了啊，实在对不住啊，这个太不应该了，应该都点点赞。进的是卢比奥，又不是啊，这个不要想这种事儿，这是不可能的。呃，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还是换一个浏览器吧，我觉得是浏览器的问题啊。这个是稍微等我1分钟啊，退出。好，声音回来了啊。你不是金融从业者啊，这个替别人问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金融从业者就用 Cloud Code 啊，这个就用 Anthropic，你替别人问呢，你也是用 Anthropic。没有声音了啊，这个现在好了，我们又回来了，满血复活，对吧？啊，继续。豆包要收费了啊！这个有人评论了，说网飞之类的串流还有 CDN 成本也是有的啊。视频平台是 AI 之前最烧钱的吧？是这样的啊，确实有 CDN 成本，但是 CDN 成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观看的这个什么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它那个是非常低的，就是对于你每个人的订阅费来说，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在 B 站也开始更新视频了吗？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那就一定是有人抄袭了呗，无所谓，不用理他。再往后说我现在玩 AI 也没付过钱呀，这个是卡尔加厨说的啊。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只能说不付钱玩 AI 呢，你只能玩屌丝 AI 啊。这个那些 AI 都是专门给屌丝设计的啊。然后你始终不付钱的话，就始终站在这个屌丝的行列里头，对吧？没有办法逃离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也只能如此了。还有人说要中国普通人付费那是要命啊，99%国内不会付费，有免费为什么不用啊？只有极少数专业用户才会用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其实现在中国很多喜欢推免费呢，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付费啊，中国人还是付的。你比如说像小说啊，还有各种视频网站啊，这个让中国人付费其实并没有太大问题。啊，还有很多游戏在中国的付费也都很好。之所以中国的平台喜欢推免费模式，跟国内的付费习惯不好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认知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推免费模式而不是付费模式吗？原因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扎心啊，因为免费模式收到的钱比付费模式多，就这么朴实无华的原因。这个因为免费模式可以带来最大量的用户传播和裂变，然后呢，在里面甭管是做广告也好，还是后续的让你再去充值也好，它会比付费模式收到的钱要多得多，对吧？这个以前我们看过这个谁的数据，就是动视暴雪，对吧？动视暴雪就是在被微软收购之前，整个公司挣钱最多的项目啊，就是能挣到公司可能90%几的钱，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Candy Crush， 对吧？免费的啊，它最挣钱啊，不光是说它的用户量最大，它是最挣钱的，而且是剩下所有的项目，包括什么 Diablo 呀，什么星际争霸呀，魔兽争霸、魔兽世界，然后那个包括其他的那个什么这些射击游戏加在一起挣的钱都没有他挣得多，连个零头都比不上。所以呢，中国平台喜欢用免费模式的原因是因为免费比收费更挣钱，对吧？因为收费模式它是一个死数，我说我这一个游戏卖100，它就是100那我能够去打广告就只能是在这100之内打，比如说我打个50块钱广告那剩下50块钱是我挣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而免费游戏呢，你可以在这些大 V 身上或者在大 R 身上吧，拉出无数的钱出来，对吧？那个完全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一个人就上去付个几百万什么这种事儿，我们都是见过的啊。那么他把大家的这个整个一平均，你就可以为每一个用户付200块钱，甚至是200美金的这个用户获取费用，最终你还能挣钱，对吧？所以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呀，中国只能推免费，因为中国人不付钱，这个结果会比你们想象的残酷好多倍。然后还有人说算错了我内部消息1年是500亿人民币的成本 ，KPI 规划是要烧3年，今年第3年结束了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很多人在说这个字节1年到底烧了多少钱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种说法，就我那个呢是算出来的大概100亿，然后呢现在呢还有一些呢也是号称有内部消息呢说是要70亿或者80亿都有。我觉得呢，70、80亿到100几十亿之间，或者100亿上下呢，是相对合理的。至于500亿成本这个事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内部的朋友骗你呢？也不太会。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财务有一本账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本账，这个呢，经常是对不上的像我们以前公司里头这些部门 leader这些 director 每年到年底去跟财务对账的时候，都是笑着脸进去，哭着出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都觉得我挣到钱了，我这个怎么样，对吧？我应该分红，我应该有奖金，我应该如何。结果到了财务那里，一算账，说这个也算你的成本，那个也算你的成本，怎么去摊销一下，对吧？就全都没有了，然后就发现，我怎么自己干的挺好，然后这1年都是被老板夸奖，我的数据也很好，我的收入也很好，怎么到年底的时候我是亏钱的呢？
对吧？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财务的账呢是另外一个算法啊，所以很多的可能都是正确的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状态。我刚问的边缘计算是指工业领域的嵌入式系统啊，1 G 以下的主频，借助 AI 运行一些智能自检之类的算法，没法用大模型啊。那你说的这种好多都是 YOLO，就是这种一次性的进行图片检测，这个确实有啊。那个，因为我儿子是学自动化的嘛，他们有一些作业就是做这个东西，就是要去用别人训练好的这些 YOLO，然后去 YOLO 模型嘛，也是一种很小的模型。但0.0几 B 的这种模型啊，然后在一些比较差的机器上让它跑起来，去做什么电路板检测呀，什么芯片检测呀，做这样的事情。B 站的是搬运工啊，这个我看到平均浏览量是500，哎，这已经不错了，以前就是1、2个，看来我的水平提升了啊。被搬运国内还是建议举报下架，其实没用。B 站这种东西呢，就是你举报基本上没人理你啊，这个所以我也懒得理他，他们愿意干嘛干嘛吧，这个没什么办法，对吧？这个曾经我干过啊，就是举报下架这个事儿，就是在 B 站呢，就是你找下边的人啊，就直接走正常渠道，基本上没用。然后找以前的同事啊，就是我以前也有同事在 B 站里头呢，也很难，因为它内部的这个叫什么呢？内部的这个割裂的很严重啊，这个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 KPI，大家都推不动这种事情。我上次下架视频和这个直接把用户封号是直接找的陈瑞，对吧？但是你说为这种事儿找陈瑞也没什么意思，又挣不了几个钱的事儿，对吧？何必呢？就别给人陈瑞找麻烦了。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点赞了吗？对，大家都点赞了没有？都点赞了，终于有100个人了啊，真不容易。晚上好啊，边运动边听老范说书啊，非常棒。好，欢迎。为什么 DeepSeek V4的 Pro 和 Flash 没有区别？有区别啊，但是我用的并不多啊，就是 Flash 肯定比 Pro 快多了，从速度上快啊，而且这个你可能用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任务啊，Flash 差不太多，但是你要上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肯定还是要上 Pro 的。Pro 和 Flash 在跑龙虾没区别啊，这是真的，因为龙虾就属于简单任务。你这会儿直播跟川普抢戏，川普又不直播，对吧？我理解老范的意思是，挂 Open Cloud 这个场景下 ，DeepSeek Flash 用起来区别不大，价格还便宜，还便宜老多了。对，我现在挂那个 Flash，挂那个 Open Cloud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的 Minimax 啊，Minimax 我既然已经花了1年的钱，我就好好把它用下去呗。啊，而且真的挺够用的。我现在觉得每5个小时的那个 Minimax 的额度根本就跑不干净，所以我前2天就跟我的龙虾说，我说来，我要一个这个字幕翻译的技能啊，然后呢，我在一个目录里头放一堆的字幕，然后呢，请你把它翻译出来。原来呢是英文字幕，然后是 SRT 格式的，现在呢给我改成中英文的，要 ASS 的，然后稍微有点排版的，这个。而且要再去做校对，而且要去保证这个用词的一致性，啊，要先去做这个常用词的扫描，然后做翻译，翻译完了以后还要校验一次，然后保证这个时间戳和这个整个的结构的完整啊，我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进去，然后呢，他就给我写了一个，就是龙虾自动给我写好了一个这个技能啊，然后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一堆美剧，现在好多美剧是没有翻译的啊，然后呢，我就。但是它那个美剧里头是有英文字幕的啊，我就跑这个叫什么来着？跑这个FFmpeg 直接把那个英文字幕都拎出来了，然后扔给龙虾，对吧？他也干得很慢。我那天大概是是跑了大概是十几集吧，15集美剧，然后呢每一集是40分钟，大概有个6、700条，大概650条上下的这种字幕吧，让他去干啊，干了1下午。然后呢，把我5小时的这个额度大概跑了60%多，也没有跑完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给龙虾上这个40块钱的 Minimax，稍微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对吧？那玩意儿真的是挺金使的。
而且那效果极好。这个 Minimax 你干别的不行，你干个翻译，绝对没毛病啊，那个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以后再下美剧就彻底不需要什么这个叫什么字幕组啊，什么都不需要了啊，自己搞定。欧了啊，有玩的了，好吧，去玩耍吧。今天川普来北京了，对，已经到酒店了啊。用 Flash 稍微差点，我对比过啊，可能关键看你干什么，就是你跑这个 Harness Agent 应该不会有特别大差别。来自一个什么意思？不过 Flash 执行成功率很高啊，命中率90%左右。反正我最近用这个又用的少了啊，因为我是要把 Minimax 的这个套餐跑干净。董王不直播啊，是被直播，好吧？我进来了啊，老范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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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黄仁勋赶上飞机了，不管能不能谈成啊，咱们的英伟达股票又可以再创新高了，肯定能谈成。如果他谈不成，他就不会来了，对吧？他能上飞机，肯定是前面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已经谈明白了，对吧？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否则他就上不了飞机了。Cloud Code 挂 DeepSeek V4 处理文档效果也不错啊，是的，我 Cloud Code 也挂 DeepSeek V4，哇，那真的是爽极了啊！因为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订阅过 Cloud， 然后呢，挂上 DeepSeek V4 Pro 和 V4 Flash 啊，然后你在后边要专门写那个 EM， 它就等于是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不加那个 EM 的话，就是每次到200K token 的时候 ，Cloud Code 会自动给你做上下文压缩。啊，然后你要是加 EM 的话，它就会自动的给你把这个100万 token 都跑满了以后再去做压缩啊，那个效果好极了，而且极便宜，对吧？这个那次我试了，从头写一个网站啊，花了我8毛多钱人民币。好，我们继续。三星家电离开中国啊，有人说了，说老实说啊，这个中国人好累啊。有点成绩吧，大部分人不会享受一下，一大帮人会找到一大堆理由说这个不行啊，那个还没做到，永远没有尽头，感觉从来不让人有活路，啥东西都需要。这个我们从小不就是这么受教育的吗？对吧？你要是做到好的话，不能表扬啊，表扬了以后你会骄傲的，你会不努力学习的呀。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都是这样的吗？对吧？一山再比一山高，对吧？你怎么能够自满呢？怎么能够骄傲呢？对吧？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教育的吗？然后咱们小时候教育，小孩小的时候不也是这么教育的吗？啊，做的不错，哎呀，这个我应该夸奖他一下，但是怎么办呢？这个对吧？这个你夸完了以后，孩子不努力了，这事儿怪谁呢？对吧？这个还是中国人都是这么干的啊。还是说三星手机能在全世界做销冠，主要是屏和处理器有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已经不明显了啊。这个事儿呢，我倒并不觉得如何啊。它其实对于每一个使用手机的人来说，有多少人能够知道自己的手机是用的谁家的处理器，用的谁家的屏幕吗？绝大部分啊，99%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件事儿，也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品牌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吧？你去问那些买三星的人说，你知道你这个屏幕是什么牌子的吗？啊，你知道你的处理器是什么牌子的吗？你包括像我们这些使 iPhone 的人啊，你问我说，你知道你的 iPhone 用的谁家的屏幕吗 ？iPhone 的屏幕好像是三星的啊。然后你说你的处理器是谁家的啊？我这个处理器是苹果设计，对吧？在 ARM 的基础上做了稍微的修改，然后由台积电去代工的。有多少人像我们活得这么累呢？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对吧？什么时候会去强调处理器和屏幕以及摄像头这些配件呢？就是你的品牌立不起来的时候，对吧？只有品牌立不起来，品牌没有价值的时候，才会去跟人讲 DIY， 才会去用里面的这些配件的品牌来打肿脸充胖子，对吧？你就像这个很多卖汽车的啊，我这个用的谁家的卡钳，我用的谁家的电池，我用的谁家的这个电机啊，我怎么回事？
苹果从来不会讲这个，特斯拉也不会讲这个，就是你来买特斯拉了就完了，对吧？当你自己的品牌有价值，当你自己的品牌有说服力的时候，谁会去研究说你的芯片是谁的，你的这个处理器，这个屏幕是谁的？没有意义这事儿。还有啊，说三星的全球第一是因为海外没有中国手机的竞争，以澳洲为例，你想用安卓，三星是唯一的选择。再往下就是摩托这些边缘品牌了，甚至白牌。我用过三星的 S 系列，实在太难用了。换回小米，我妈出来旅游用的国内手机直接没信号啊，买了台最新的 A 系列啊，这个心想用个把月算了，没想到卡到死啊，老人只用那3个 APP 啊，响应极慢。三星手机如果没有贸易壁垒，一定会死。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因为我以前在全世界溜达的时候，什么小米、OPPO、vivo 包括华为啊，就是我当时在全世界溜达的时候，华为还没被禁呢。那真的是这个欧洲也好，这个澳洲也好，还有包括美国啊，美国好像少一点啊，但是这个像印尼啊、马来西亚呀什么的，这些手机都很普遍。我并没觉得是因为把这些中国手机都封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澳洲比较特殊啊，这个我对澳洲的手机，特别是这2年的手机市场不是很了解啊，这个有可能吧。至于你说3个 APP 就把这个三星手机卡死呢，也很正常，因为中国 APP 都是超级 APP， 什么微信啊、抖音啊、快手啊、什么淘宝啊，这种 APP 呢消耗资源极重，对吧？这个是如果你买了三星比较低端的手机的话，确实很容易被卡死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不是三星手机的问题，是中国 APP 的问题。还有说啊，说关于老范讲的中国品牌，容忍先渠道后利润的做法啊，总感觉哪儿不对啊？没有足够本钱和靠山的理性的商人，很难选择这种打法。即使有少数愿意负债参与牌局的赌徒，也应该不会形成现象级的这种印象。这种现象更像是国内有背景的企业进行特色垄断的手段啊。这个事儿呢，你正好说反了啊。所谓的特色垄断呢，其实三星特别喜欢干这个活啊，他经常会在最后这个，比如说行业里的还剩那么1-2家的时候，他就会冲上去收购其中几家，然后垄断了以后把剩下的都挤死啊，这是三星爱干的活。至于国内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把别人挤死啊，我活不活不重要，我要你死这种状态呢，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啊。而且这个普遍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有没有人上来说我理性一点，我这个选择不去参加这种这个亏本赚吆喝的竞争？有啊，但这些人呢，一般第一批就出局了，最后活下来啊，竞争到最后的都是比谁更狠，谁更不要命啊，谁更愿意往前迈半步啊，都是这帮人。因为整个的环境就会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事情。还有人说啊，这个三星从 Galaxy 6开始又贵又不好用，慢卡华为的 Mate 7开始使用丝滑，信号好，抢红包快，质量稳定。如果华为没被制裁，三星手机在全球就不一定是老大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三星 Galaxy 6我还真用过啊，它叫 Galaxy S6，我印象里。当时我印象里我还在猎豹移动啊，当时是这个公司到一定层级以上的这个就是中层员工吧，每个人发一个三星 Galaxy 6，然后呢我们就拿来用。那个机器确实是极卡极慢，而且特别费电，就是你充满了电以后，大概有个半天啊，5个小时6个小时都没电了，而那手机特别烫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三星用的是原生安卓系统，它改的很少啊。那么大量的中国流氓软件装上去以后呢，就会把它卡死。而华为为什么好使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把底下的那个安卓系统做了极深的定制，然后它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软件呢，通通都给你管起来啊，就是你们不允许后台启动，然后必须要对齐，不允许推送，不允许调活啊，不允许做这个，不允许干那个。然后呢，就变得丝滑了啊，原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而且特别是在国内啊，如果你说我这个在海外，
我使用国际版的手机，那你这个应用需要上 Google Play 上面去做这个登记啊，要去到那边做审核。你干太多流氓的事情呢，你可能审核不过，或者呢，你虽然审核过了以后，但是在 Google Play 里的推荐位置很低。在国内它没有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大家都是拼了命的在后台激活，拼了命的在后台去弹窗，然后就把三星这个老实孩子给玩死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说老范在爱国主义的路径依赖下编织了一个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的大国产业链故事啊。例如，他会告诉你三星在西安生产 SSD， 他不会告诉你三星在美国大手笔这个新鲜投资造先进制程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美国呢一边玩关税大棒啊，一边说我还给你补贴。恩威并施，那三星就是说，那我去呗，为了让韩国少受点关税的影响，对吧？为了还骗点美国政府的补贴，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又有什么问题呢？在中国生产 SSD 这个事儿是人家自己愿意来的，对吧？打你都打不走他，这能一样吗？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继续。受教了啊，100万原来是这么玩的啊！是的，这个就是你去看那个DeepSeek 的文档，它上头专门教你怎么到 Cloud Code 里边去设置，就是它的模型名不是 DeepSeek V4 Pro， 而是 DeepSeek V4 Pro， 然后可能是方括号还是圆括号 EM，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名进去。就是具体的你去查这个文档 ，Open Cloud 记忆系统有啥推荐的插件或者 skill 吗？这个我到现在还是很纠结啊，因为我的记忆系统到目前为止依然不太好用啊。这个反正我使了半天都那么回事儿。马斯克、黄仁勋这会儿都在北京了啊，是的，都在北京了。大佬们啊，还有就是龙虾的网页 UI 上可以切换 DeepSeek 为 High、X-High、Max 这些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龙虾的 bug 啊，还是各个什么区别啊？这个其实意义不特别大。你在这个 DeepSeek 里头是可以设 Max 的，这个没毛病。我的 DeepSeek 啊，我的 Cloud Code 里是可以设 Max 的啊，这个是有意义的。然后我的龙虾里头我就没理它，因为我现在龙虾里还是用的 Minimax 2.7啊，这个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你可以在里头设，就是它在 OpenCloud 点 JSON 里头有一个地方可以选然后至于说UI 的话，我从来没用过，就是我是从来不使用 OpenCloud 网页 UI 的，我都是这个跟他聊天啊，聊不爽了就直接上手改代码。成龙中国 APP 也是需要管的啊，是的。请教范老师，在哪儿买的 Minimax？我刚去官网看 M2.7 模型 Token Plan 的Plus 是49人民币1个月啊，我就是买的这个。但是呢，现在跟我那时候稍微有点区别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只有5小时限制啊，是最早一批买的。现在新买的呢是这个5小时限制以后好像还有周限制啊，就是要更严格一点，但是根本用不完。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是 Minimax 真的是用的最便宜、最划算的一个。川普真聪明，选北京最舒服的时候。北京最舒服的时候应该是秋天，但是他实在忍不了了啊，他必须得在现在来。点 model DeepSeek Chat 啊，这个不要用这个。DeepSeek Chat 实际上是指向了 DeepSeek V4 Flash 这个参数，今年6月份就让用了啊，以后要指定模型啊，这个现在你使用这个参数就是 DeepSeek V4 Flash。Hi Max 那些应该是 Harness 层面的设定，它是在就是 Model 的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可以改，有一个参数可以加。像其他的是可以在里边写这个
推理的深度啊，但是在 DeepSeek 上呢是可以写这个 Max 的。秋天不是风险贼大吗？那秋天怎么风险贼大呀？好，我们继续读评啊，这个 Web Coding 替代游戏和短视频成瘾啊，这是咱们上周五的直播内容啊。说我已经完全上瘾了，一天不 Web，一天感觉空虚无聊，时不时就要盯着屏幕涂代码，不盯着看就浑身不自在，就跟磁铁一样自动被吸引，不自觉的就要看一下。现在抖音不刷了，游戏不玩了，成瘾性更快更猛烈啊！这个确实如此，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啊，非常非常强烈。就是 Web Coding 这事儿绝对成瘾。我之所以没有像你那么成瘾的原因是，我花不起钱啊，没有舍得买这个200块钱的，没有舍得买这个$200的这个 Codex 啊。如果我花钱买了$200 Codex，我估计现在我也不直播了，直接 Web Coding 去了。AI 时代会出现学习上瘾的软件，甚至会出现让工作上瘾的软件啊，绝对会，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我在盛大上班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值管理系统，就是说一种让员工自我激励、努力工作的方法。这个后边这个名字啊，让员工自我激励、努力工作的方法是一个专利的名字啊。这个专利的作者叫陈天桥啊，大概是这样，讲的就是经验值管理系统。估计小范没有 Web Coding 成瘾，把老范急的啊，于是有了本期节目啊。小范 Web Coding 还是挺成瘾的，他现在已经买了 Codex， 买了 Open Code 的这个 Go 套餐，还买了一个豆包的套餐啊。他买了一堆套餐，然后在那儿换着在那儿 Web Coding 呢，他很开心的。不是风险，是刮大风。没有春天在刮大风的，北京秋天不刮大风。Chat 是 DSV 3.2啊，现在不是了，就是在 V4 出来以后啊，你在上面使 Chat 的话，应该就是 DSV 4的 Flash 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你用DeepSeek Chat 和 DeepSeek Reasoner 啊，大概都是指向了 DeepSeek V4 Flash。我印象里好像是这样啊，就是在DeepSeek 自己的文档里写的。再往后啊，这个全军覆没的最新编程测试啊，这个里面也有人说了，说这个没有控制、无法管理的过程，结果毫无意义啊。这个就是软件工程的人经常会想这个事情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一旦你没有控制啊，这个无法管理的话，你中间的过程是无法被应用的啊，而且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浪费的时间和过程，对吧？那么你最终的结果就会有问题。但是现在，当你中间的过程的成本和效率都发生巨大变化，成本极低，效率极高的时候，你只需要面对黑箱的最终产出结果就完了，对吧？你并不需要对黑箱里边的东西负责任。就像我们写程序，虽然有控制啊，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写各种函数调用的时候，我们调用这个函数里怎么写的，我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也是把它当黑箱用的。所以呢，不要太去纠结这件事情啊，只是管理的颗粒度上升了而已啊，并不是说没有管理啊。还有人说，关键做出来运行速度如何啊？慢太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内存控制如何啊？能不能闭源软件做出来也用这种方式做出来啊？比如工业领域的 EDA 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它测的都是开源的软件。有开源的代码进行参考啊。首先呢，它测试的时候呢，并没有给他们开源代码啊，并没有办法进行参考，所以他们最后写出来的程序跟原来的代码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啊。而且呢，他写出来的代码呢，可能原来是用 Python 写的，他这次用 Rust 了啊，原来是用这个 JavaScript 写的，这次改 Python 了啊，它会有这样的这种改变啊，所以并不是看着代码写的。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只是在做测试啊，这个测试这件事儿呢，它有测试的方向，测试的方向就是先把功能完成啊，就像那个药品的效果一致性检查似的啊，你先把这件事做完，做完了以后呢，
再说其他的，你说，哎，我下一次我要求把这个内存控制和执行效率也都加进去，那他就把这个东西一起放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就是说，哎，我下次再考核你这个，对吧？他就能做出来。至于说，工业领域里的 EDA，现在其实已经有些是用 AI 在写了啊。然后至于飞行控制系统的话，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是有 AI 在参与，只是呢还是在跟人一起协作在做这个事情。最终你说是不是会直接由 AI 一次性搞定呢？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啊，只是快慢而已。还有人问啊，说这些还是技术领域的，做软件最难的是技术领域和业务领域的对齐，最难的更难的是如何做有灵魂、有思想的软件。而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其最大的挑战是不确定性啊，这是基本原理和基因里来的。这个对于有些领域的软件啊，这种不确定性可以接受。而另外一些领域的是很难接受的，不是说绝对不能接受，只是看能够接受多大的痛。这件事儿呢，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对于一个 AI 来说，它可以去理解技术，就可以去理解业务，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说这个软件有灵魂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讨论了啊，人有没有灵魂这件事儿，我都没法去确定。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有 Photoshop 的时候，很多设计师或者说就是拿笔做的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会说，你看我这个线条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有情感的。现在呢，他们一边用 Photoshop，一边再去骂说你们 Midjourney 啊这些生图软件生成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这个灵魂这件事儿呢，是一个比较难以衡量和界定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在这里用灵魂这种东西来去考量软件至于什么这个不确定性呢，就是更容易解决了啊。不确定性你可以通过多跑几次的方式来解决。就是首先人写出来的软件也是有不确定性的，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让更多的 agent， 然后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格然后不同的侧重点对这个结果进行校验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个不确定性尽可能缩小。所以呢，不要太去研究说，哎，他懂不懂技术啊，懂不懂业务啊？有懂技术的，也有懂业务的，甚至可能综合在一起，技术跟业务很少有人能超过 AI 比他更懂，对吧？所以关键看你怎么设计这个过程而已。还有人说终于快到 AlphaGo 的情况了，软件工程师所谓的优雅，就跟围棋棋谱一样，一层层抽象提炼出，比如人人皆知的金角银边草肚子，先取势后为地，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AlphaGo 直接上来点33，优雅，优雅能赢棋吗？赢了就完了，少废话然后和解下棋也上来就点33，估计程序员和围棋棋手们最终殊途同归，就别端着了你确定你是编程界的何洁，还是编程界的李世石呢？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好现在甭管是国际象棋还是围棋 ，AI 的棋路呢就已经完全突破了原来人类的棋路。原来人类之所以用这样的这种范式去下棋的原因，就是这个不可控因素实在太多，我们必须用一些抽象的这个结果去进行训练，然后才可以好好的去下棋，对吧？如果我们进行这个全盘的全可能性的这个或者叫全注意力的这种优化的话，人的脑力是跟不上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采用这样的这种暴力方式去下棋，但是 AI 可以，对吧？那么现在虽然说有人在去用 AI 训练自己下棋，但是最后呢还是要人跟人下，对吧？他们可能会在原来的这个棋路上或者原来的这个棋谱上进行一定的扩展，但是你说让人像 AI 那样整个棋谱或者整个的棋盘所有的可能性一起去优化的话，依然会超出人类大脑极限还是搞不定这件事了。还有人说以后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对信息的理解，可能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可能就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甚至
我们也许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啊。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虚拟世界的边界，也许就是虚拟世界外面的神啊，或者说是这些虚拟世界的编制者啊，他们的处理速度要快很多，对吧？导致我们现在没有识破这个虚拟世界，所以呢，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在不同的信息维面上去生存，可能就是这样啊，一直如此。还有说，范老师，如果 benchmark 开始要求 AI 在最小二进制体积上，或者是极限执行效率上的刷题，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看到 AI 抛弃人类语言，回归到01的纯粹世界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就跟训狗一样啊，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训狗，你会得到一条什么样的狗啊。如果你每天就训练它咬人，它就出去咬人。啊，你每天训练它定点尿尿，它就定点尿尿啊。这个 AI 呢也是这么个东西。好，我们再看看，我现在是一边听老范的直播，一边做饭啊，一边用手机盯着 Hermes 在跑一个大任务，好吧，这个挺好的。Web coding 后，我的工作时间更长了，而且自己都停不下来，绝对成瘾，这个没什么好说的。AI 都这么牛了，传统教育是不是快变了？是的，传统教育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Hermes 自动化有点吹得太过了啊！我翻它的 memory 点 MD 里面记了好几个我骂他，让他结束任务要马上通知我，但是每次他还是老忘啊，而且他还自作主张改已经跑通的这个 skill 啊，而且越改越乱，是这样的。所以我的现在比较成熟的工作环境还是 Open Cloud， 并没有上这个 Hermes。Hermes 我也有啊，但是没有什么严肃认真的任务在上面跑。有个说法啊，如果真的是虚拟世界的话，既然允许一层虚拟世界，就允许许多层，就像13楼一样，那么我们位于最底层的最底部那层的概率也不是很大。这个好吧，这个关键是你也没法去验证这个事儿，不可证伪，至少目前吧，不可证真，不可证伪。好，我们继续。8家车企被约谈了啊，到底是哪8家呢？啊，有人说了，说企业都差不多啊，特斯拉只是被国外教育了很多年，有点底线啊，国产车没有被教育到有底线，所以呢，还是得买特斯拉啊。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这个很多人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一个老外到中国生活几年以后呢，就会变成中国人。啊，不是说他的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变了，而是说他会像中国人一样喜欢钻空子啊。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环境就这样，对吧？我们不会去因为你钻空子来处罚你，而会奖励你。而那些守规矩的人呢，我们会去处罚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生存下去，你就必须要像中国人一样。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文章就说你一个美国人写的还是哪国人写的，就说你发现身上有哪些特性，你就在中国待的时间太久了呢？第一个呢是坐地铁抢座位，第二个呢是有什么片子先选择去下盗版或者去买盗版光盘啊，因为比较早嘛，他那个时候还是买盗版光盘。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反正大概有10几个这样的这种那个，就是你如果有这些属性的话，就被中国人同化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特斯拉在中国呢，肯定也会入乡随俗。你比如说苹果吧。啊，苹果呢到中国啊，就人家在全世界都是只换不修，但是到中国呢说不行，你敢换啊，不给我修这个手机，我就处罚你。那最后苹果说，那算了，我们全世界只换不修啊，只有在中国我给你维修吧。然后一帮人拿着手机到苹果去说，我想换啊，这个真对不起，你们的法律不允许这件事儿，对吧？所以特斯拉到中国呢，就是中国的特斯拉。啊，这个华为啊，包括比亚迪到美国呢，美国没有啊，比如到加拿大吧，
就是加拿大的比亚迪啊，包括他们去了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的比亚迪，都要这个适应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生存习惯，对吧？所以呢，这个你买车啊，在中国呢，当然你肯定如果一定要买电车，肯定还是要买特斯拉啊，这个事儿我是举所有的手去赞成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你也不要以为它就真的比中国车企好到哪儿去，特别是在操守这一块啊。因为他如果太操守的话，我们会处罚他啊，立法啊，要求他你必须跟我们看齐。还有啊，说以后原始信息都不能自己读了啊，都要靠自家的 AI 分析、研究、过滤啊，这个事儿可能是未来的，就是 AI 会统一的过滤我们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去判断是真是假，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还有人说了啊，所谓猎巫，一是巫并不存在，二是极端迫害。请问一下，哪一个所谓的新能源车企能够得上这两条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第一，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巫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对吧？即使到现在，你就可以拍着胸脯保证巫不存在吗？你也不能，对吧？第二个，极端迫害呢？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说，只要曝光就死，对吧？整个公司直接原地破产，这个算极端迫害吗？对吧？所以呢，你不要上来说够得上够不上这个问题啊。然后啊，老范说 AI 在猎巫，其实恰恰是他自己在猎巫。AI 哪有猎巫这种主观恶意的本事？众所周知，AI 只是个呃特异功能已经博览群书却囫囵吞枣的小学生。他伶牙俐齿，技艺过人，思路敏捷，尤其擅长在数据堆里边做统计度量，却唯独不求甚解啊！当你的提示词考试当你的提示词卷发下去啊，当你的提示词试卷发下来啊，这孩子立马横向扫描全班同学的答案，然后熟练的取一个概率从众的平均分啊。要是这个题恰好落在了差班啊，就是大数据噪音区，大家都答得很烂或者他揣摩出你这位大人不喜欢常规答案啊，这位AI 小学生就会发挥讨好型人格啊，牵强附会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拿幻觉当现实来交差，抢着交答案。如果你非要指望 AI 具备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明辨思维能够那纯属是想多了这样这个难为一个还在学习的小学生啊，不是 AI 笨，是你傻原本就应试教育不善明辨的老范啊，如今有了 AI 这个刷题助考神器，确实显得如虎添翼只是这对翅膀是纸糊的，故事飞得越高离地面的真实逻辑就越发的高处不胜寒。与其在云端自我感动倒不如回到地面上脚踏实地的跑跳这个是这么长的这个评论一般都是卡尔加厨发的但是今天他没在，没事咱们接着说他吧。首先呢，这个里头我们讲的是呃
好，我又回来了啊。我的 Pocket 4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过热了，就拒绝为我们服务了啊。看看怎么办？好吧，就这样吧。然后我调整一下声音啊，哎，人像。好啊，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谁的这个什么啊？我们现在开始使用这个电脑的摄像头，然后去找一个这个，哎，好，继续，然后我看看这里声音，啊，用这个声音啊，那么摄像头啊，好，就是它。我看看，我们讲了啊1个小时多，看来以后这个玩意儿讲到1个多小时就会过热，这个是很烦的。好吧，我们继续啊，因为我的电脑是比较歪的啊，所以就只能看侧脸了。好，我们继续讲卡尔加厨这条评论吧。他呢自己每一次看节目呢总是不认真看完啊。我讲的是，当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好掌握的这种没有办法很好掌握的这个工具，进入到这个信息传播的领域以后啊，我们就会误用这个工具啊，比如说前面的印刷术啊，我们没有很好掌握的时候，就会让《女巫之锤》这样的低俗小说啊或者低俗文学快速传播，然后让很多的人去受到迫害。而现在 AI 来了以后呢，它有它的很多问题啊，但是它呢就属于是这个卡尔加厨，就是用一些自己这个比较叫什么呢？比较路径依赖的方式，然后把他自己对于 AI 的浅薄理解呢，跟大家又口述了一下啊，因为他自己一直是使用免费 AI 的，所以呢，对于他来说，AI 就是一个屌丝工具啊，因为免费 AI 都是给屌丝用的，所以他并没有理解我要说什么。我要讲的是，现在我们在使用 AI，但是呢，这个对于 AI 本身的能力呢，并没有那么好的掌握啊，或者说 AI 到社会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并没有很好的掌握，于是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猎巫行动，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我希望呢，他每次给我留特别长的评论，我还是挺感动的啊，有这么耐心写还是不容易。但是呢，还是要真的把我的视频看完啊，而且想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再出来说，否则的话，给出来的这个评论呢就特别的可笑啊。好，继续啊，是讨论黑镜吗？不是啊，刚才摄像头过热了，这个 Pocket 4确实会有过热的问题。像我以前的 Pocket 3呢，特别怪啊，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搞明白这东西怎么弄，就是它在这个什么的时候呢，在这个连接电脑的时候是按1080P 在工作的，但是 Pocket 4在连接电脑的时候呢，它是按照4K 在工作的，所以它特别热。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去更新固件吧，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吧。要不然等到夏天的时候，可能真的直播很难超过1小时了啊！这个我还要看看后边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P 算完了就能证明啊，派算完了，好吧？这个证明是世界是虚拟的，我们向上层不可证伪，向下层倒是可以比较有自信的说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是最下层啊，所以说这个恰巧位于最下层的概率不高。
这个关键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有可能够创造出更底层来啊，就像我们创造的各种什么元宇宙啊、虚拟世界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未必是这个上层创造的最下层，但是我们可能在我这一层又往下创造了一些。未来的教育最核心的还是阅读和体育吧。这个未来教育，我觉得以后可以有一些对教育有兴趣的人，咱们可以讨论啊。这个我一个人再去聊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对，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中场休息啊，是的，稍微休息一下。卡没了啊，是的啊，不是卡没了，是这个摄像头挂了。关于 AI 和人对于世界维度理解那里，我认为认知的最前提是观察。AI 能够看到、听到红外线、紫外线各种的射线。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给 AI 训练的是，我看到树是绿色的，然后飘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舒畅。就是我们是让 AI 学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看到了红外线、紫外线，但是我们并没有向他描述说我看到红外线以后怎么样啊，有什么感受这个事情。所以 AI 到底能学会什么东西，我觉得还值得去探讨吧。没挂，还在这儿呢。还有就是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流程验证 AI 给出的信息吗？第一个你自己要去验证啊，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开不同的这个AI agent 啊，让他们去验证去，让他们相互之间去做校验啊，让他们去挑错啊，这个事儿是 OK 的。以后赛博朋克一把啊，都给自己的感知加上外挂。反正我了解到人脑是支持扩展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经线碳基背景啊，是的，刚才又用碳基背景又上了一下，好像人脑目前只能读取不能写入。马斯克不是说今年要让这个失明的人重新看到东西吗？这个就要往里写东西了。感觉电脑摄像头比 Pocket 4效果好。其实没有啊，你看它的这个边儿还是要稍微的差一些，就是要更模糊一些。有人试过脑机接口操作第三个手臂吗？这个受试者一开始是复制了一个生物手臂的动作，但是后来发现可以单独让它做完全独立的动作了。这个肯定还是要慢慢适应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也许它的上下文窗口有点小啊，这个估计装不下你的视频。这个也不是，它就是过热了，就是这个设备还是有点太烫了，等它稍微凉一凉吧。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我也没法给它放个水里，对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弄。现在天气也比较热，你像我现在也在冒汗呢。忘了做机械臂实验的是人还是猿啊？有兴趣的可以找找，这个不着急。第一次挂上直播，2026年啊，以后要经常来哦。第一次过热啊，这个是真的。像前面因为家里凉快啊，还不会有这种问题，现在真的不行了。DJI 的 Nano 可以浇水降温啊，Nano，但是 Nano 不可以连那个视频，不可以直播，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像我这儿有 Nano，我现在唯一能够连的就是这个 Pocket，因为我 Pocket 3已经卖了，现在只剩 Pocket 4了。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我的 Osmo 的360也不能连电脑 ，Nano 也不能连电脑啊，这个事儿还是让我挺苦恼的。好，还剩几条啊？最后一个视频的这个评论，黄仁勋的毒鸡汤。有人说了，范老师那段不真实的全部是 AI 还是个人 prompt 做出来的？如果是 AI，那思维链很可怕了啊！这个没办法，还是个人做的啊。这个现在我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就是我先会去写一个可能1000字左右的小的问题列表，然后呢，让龙虾去做深度搜索。搜索完了以后呢，我会去阅读它搜索的所有结果。阅读的目的呢，是为了产生感受啊，就是我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要有感受。感受完了以后呢，这个
再按照自己的感受重新去整理这个提纲啊，以及这个整个提纲的结论和逻辑结构啊，我要整理好。整理完了以后呢，我会再把它扔给 AI，我说现在啊，这个你可以调整我的节奏和顺序，但是不允许改我的逻辑支撑和结论啊，然后重新生成稿件啊，而且不允许出现任何重复啊。那么它就刚刚又生成，生成完了以后呢，我会再阅读一遍，然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还有人说我认为老黄说的比别人都靠谱多了，虽然人工智能影响确实会很大，但是显然那些人危言耸听了啊，纯粹是老王卖瓜啊。这个就是每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呢，可能都想卖点什么啊，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AI 会给人带来的这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改变呢，一定会非常剧烈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原来咱们其实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像是一次圈地运动似的。原来我们上中学学的都是欧洲圈地运动啊，把这个农民赶出土地，让他们成为纺织厂的工人啊，然后他们的土地呢被这个纺织厂的老板用来养羊啊，叫羊吃人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养了羊以后产生羊毛，再送到毛纺织厂，让这些农民再接着去纺织。但后来呢，我做节目的时候专门查了一些史料啊，发现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被赶出土地的这些人呢，其实都过上了衣食无着的这种生活，并没有进到工厂里边去，对吧？最后整个的圈地运动历时大概是250年，啊，大概有10代人啊才算彻底转变。就是当时被赶出土地的这些农民，他们的子孙有可能最后成为了工厂的工人，而当时被赶出土地的这第一代人，啊，很多人呢可能是去做这种苦力劳动啊，比如说码头上去搬东西，他不需要技能啊，有些人可能就饿死了，有些人流离失所了，还有一些人可能去了美洲啊，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现在 AI 的转换可能就只有个几年甚至10几年就要去完成。根本就没有给我们200多年的这个过程。而对于这个200多年的圈地运动的过程中，头几代啊，就是生生被从土地上赶出来，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片瓦遮身的这些人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而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人要去经历这种痛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有说 CMU 的学生还是会比一般的院校有更多的机会的啊，这个是真的。这个卡耐基梅隆还是名校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如果他们现在出来了以后，就像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一样啊，找了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大厂，就在里边混起来了，那么可能被淘汰就是迟早的事情。所以黄仁勋在跟他们讲说，你们还是要去做水电工啊，要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去理解。还有人说黄仁勋最后登上了来中国的飞机，和马斯克一起来的，这个挺好啊。如果他上去，马斯克下来了，这事儿才神奇啊。这个，等着看这2天宣布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还有最后一条说这项，看图文多一点啊，或者最近看图文多一点，我自己是比较认同 Google X 的观点啊，因为是一般人的视角，黄仁勋是创业家视角 ，Anthropic 的 CEO 是这个上帝视角，埃隆·马斯克是这个人类领袖啊，那不是毒鸡汤，是创业家们的这个基本状态啊，离开了这个状态，你就不是创业家了啊。这种状态下，国家打仗是机会，普通人就是战争好苦啊，好吧？那么这个确实这个比如说2战的时候，这些军火商啊，这些大的企业就希望打这个仗，而这个底下的普通人呢，就只能是摇旗呐喊说好啊，我们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啊，最后他们就会被裹挟进去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叫 ACC， 对吧？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还是在自己的签名后的写 ACC。ACC 就是叫乐观的先发展了再说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你现在
杞人忧天，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要不行了，要出事儿了，要怎么样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你现在再怎么想说啊，这个要如何如何了，这个你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让历史的车轮停下来，因为有这么多人要去竞争，有这么多企业不进则退啊，不生则死，所以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要去设法冲过去啊，不可能说，我们抱怨，我们去躺平，我们去这个阻碍，这个事儿都不现实啊，所以只能还是往前走，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 Google X 他讲的这个观点的那个人叫莫高达特啊，是一个看着像个黑人啊，他到底是个黑人还是个印度人，我不太确定啊，反正是肤色比较深。他呢是他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而且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就是 AI 本身不坏，但是呢 AI 会落到坏人手里，对吧？那么这些坏人呢会在 AI 的放大下做更多坏事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下呢，他觉得未来可能12到15年，我们就需要跟这些坏人使用 AI 做的这些坏事去做斗争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简单看法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他讲的这些东西呢，他改变不了什么啊，就这些东西该发生还是会发生啊，这个没什么办法。至于我们普通人啊，我觉得还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叫做，按照他们的这些建议去做吧。就黄仁勋也给的建议，其实黄仁勋给的建议跟莫高达特给的建议没什么区别啊。马斯克就说反正就这样啊，我就往前走了，你们爱跟上跟不上，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老的这个 Pocket 没有发过热，是的，老的 Pocket 接到 Chrome 上呢，它是1080P 的，它不会跑4K 啊，就会稍微凉一些。StreamYard 恢复了，这个发生了什么啊？我是把电脑打开，然后用电脑摄像头在干活。老范的会员视频，接下来还有 AI 课的计划吗？啊，有，但是呢，我得想一想，我这一周吧，这周可能还会晚一点，会录一个会员视频，讲一下token 中转站的事情啊。这块我一直是想去讲，上周呢没有讲，但是也有可能会再晚一点，就是周末未必会讲，可能会等到也没准下周吧。这个我得想一想，因为这一块的内容还是比较多。说的是英剧《黑镜》，有一集内容说的是真实世界是用超级量子计算机虚构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又创造了超级计算机，创造虚拟世界，一层一层无限衬套下去，好吧？这个好像有这样的故事啊。一般领导都不会怎么看完啊，家厨一定是大领导，我觉得也是，他可能看了个标题，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了。虚拟世界嵌套的有1999的，对，那个我看过那个片子。让 AI 停下来太危险，法外之徒们会超越正规军，所以这个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前跑。川普钦点老黄上的飞机啊，在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赶上的，真的希望会好一些起来啊，这个肯定不会回到从前，但是希望至少比这几年好一些吧。这个我们都希望好一点啊，这个没什么办法。第一次看完老范的整个直播，感觉不错，下次还来，没问题。还没完啊，这个我还要再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补救方法，我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啊，这个不是，哎，这儿呢，咦，我准备以后直播的时候上这个。这个，我来试试看看是不是可以工作起来啊？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这是个什么呢？哎，好，
然后我去找一个让我站起来，哎，再来个这个，然后把它插上。哎，那它怎么不转呢？这个我回头去找一个充电宝啊，能够让它转起来。哎，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呀。嗯，哎，好像刚才转了。哎，这样，以后呢，我们做一个风冷降温的这个东西在旁边，哎，它可能就可以好起来，因为反正我有麦克风嘛，它也不是直接吹在这个上面，对吧？那么它有可能就可以工作比较长的时间。下次直播的时候试试啊，这个咱们上风冷，还是有点风力的，我感觉。先给我吹一吹吧，实在是好热呀。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三再见。我看看这后边还讲什么。老范说的对，人脑也可以写入，但是写入很粗糙啊，这个还要再看吧，这个要慢慢的摸索。Pocket 是标准会议摄像头嘛，1个钟头会议休息啊，还真不是，以前是可以开3、4个小时都没事的啊。卢比奥强行改名啊，这个其实不用想太多，这个人没有那么傻。原来是有腿的啊，是的，有腿的，有腿的。老范买个半导体的散热背夹来散热，效果应该比较好。这个没必要，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啊，这个就可以散热了。再见啊，一定要4K 嘛？这个我想上1080P，但是现在改不了，对吧？这个因为呢，它走的是苹果自己的一个叫 UVC 的一个协议，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用这个 Firefox 来去接呢？因为 Firefox 上去有1080P 的，接 Chrome 就是这个4K 的。因为一旦接了1080P，我还可以在这个什么呢？还可以在苹果 macOS 上去做这个，做这个叫做什么呢？做这个影像的处理啊，还可以做这个。如果是上到这个4K 的话，苹果自己就不会做抠像了啊，所以就反正比较别扭的一个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问题。我要再想一想啊，然后后面看实在不行再补一个这种别的这种设备啊。下次直播礼拜5直播咱们就给他上这个，就给他上这个风冷啊。我也问了 GPT， 我说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降下来 ？GPT 说没办法啊，因为它整个这套东西都是自动配置的，没有任何可以改的地方。再见啊，再见，结束。